帆布，不怕艰难险阻。逆境当面心不乱，牢记心中信念，为正义仗义直言，不放弃勇敢。心生残，生其然，志在四方是少年，路再远都坦然向前。总有未知的考验，谜团中抽丝剥茧，哪怕黑暗依然并肩，不改变，但是好事在人间。星辰与手足作伴，我问前程，只盼真气浩然。唉，就差一步啊！我就跟你说这大失灵吧。中原文化真是深不可测，莫名其妙啊！哎，那个袁大师说陈实被咱们的人给抓走了，赶紧回去看看，万一让人抢先了呢？哎，对，有道理啊。去哪儿啊？陈实呢？是不是被抓住了？呀哈，你想破案想疯了吧？在这儿想着捡便宜呢。正好，今儿有个大便宜来了，少卿大人有请。啊，好。不信这边。就知道你想跑，往哪儿走？走错了。哦，这是对的。走，快点。真不打算离开神都？嗯。那就先把他送回家，然后开始查案。有3件事我得跟你，还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小环，吴小环。哎，等会儿，你不是哑巴，你会说话呀？你才是哑巴呢，我不哑，只是少哭少说话，就能少挨他们打。小环，陈实。第1件事啊，咱们是暗中行动，凡事低调。中，啥是低调？就是不要引人注意。中。第2件事，凡事听我的。中。第3呢？第3件事就是记住第2件事和第1件事。都中。听大哥哥的。那大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家呀？现在。那咱走吧，走。哎，等等。你得换身衣服。啊？少卿大人，人已经带来了。参见少卿大人。不知大人找我们来有何吩咐啊？之前妖猫杀人案，我处理的太过草率了。大人的意思是，这个案子跟我们没有关系了，是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之前处理的太过简单，给你们的支持不够。既然要让你们查，就让你们好好查。我想过了，自今日起，大理寺的人力物力皆由明镜堂支配。是。你们一定要正经查，认真查。3日为限，务必给我一个结果。什么啊？什么？是上官少卿大人。把身子直起来啊！光明正大的走啊！别，恁不是说低调吗？恁没事，可俺挂到墙上，到时候被发现了，那可咋办？他们不会认出你来的。为啥呀？因为你穿着这身衣服。寻常人不会记住官差长什么样子，面对那些官差，他们的眼神都会有所闪避。哎，不信你看。哎，咋会这样啊？因为你代表的是法，代表约束和制裁。哦，哎，对了，斌爷，你咋知道小环的家搁哪儿了呀？小环，拨浪鼓借给哥哥看看。这是我阿爹送我的，你小心点。好。寻常拨浪鼓一般是牛羊皮制成的，而这只是马皮。一般做拨浪鼓的哪能搞来马皮啊？
想必挨着车马行。这上面的颜料虽然开始脱落，但不难看出，不是寻常的水墨，而是戏班子里画脸的油彩。在神都，又要做拨浪鼓，周围还有车马行和戏班子，只有一个地方——修理坊。其余的就要看小黄还记得多少了，有没有什么相熟的街坊？大哥哥，你真厉害！兵爷这叫弄观察，看别人看不到了，还有就是脑子好。只不过是对得起这身衣服罢了。走吧。哎，这里我好像很熟，我记得这儿。老板，你们有什么事儿吗？大理寺办事，你看看这个小姑娘，你认不认识？你们可不能这么说，这要是让我婆娘听到了，她会误会的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是本本分分的，怎么可能在外面有个孩子呢？我让你看，自然有看的道理。张伯伯，小环，你知道他的名儿？兵爷，咱找着了。小环找到了，找着了。只可惜老顾被妖怪给吃了。被妖怪吃了？就在前几天，妖猫杀人，一个虞后遇着妖猫，人挂在朱雀门上就死了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不就是一团雾吗？过。好。老顾是这个虞后的车夫。老顾，一起被妖怪给吃掉了。这世上哪有什么妖怪啊？肯定是人犯的案。怎么没有啊？你们大理寺都说有的，官府认了的呀。你说什么？3年前，神都的好多人不明不白的就不见了，死活都不知道。官府也不上心，老顾这些丢了亲人的，一起闹到官府去要说法，可是这案子到现在都没有影。后来，朝廷找了个法师。据说这法师神通广大，凭空一剑就把那妖猫从天上给射了下来。自从这法师做法以后，确实再没有人失踪了。大理寺即妖猫吃人结了案。大理寺真的是以妖猫案结案？所以啊，这位官爷，不管别人说有没有妖怪，您无论如何总得承认有妖怪吧？只可惜那老顾一家，自从小环走失以后，老顾成日里就拿着这些画像，到处问小环的下落。这位小兄弟，您看，您有没有见过这孩子呀？没有。小环他娘整日盼着女儿回来，就在这巷子口看，眼睛都要看坏了。
结果就盼来个女儿被妖猫吃了的消息。小环他娘就病重不起，没多久人就不行了。剩下老顾一个人孤零零的熬着。一得闲呢，他就拿着画像去街上找。可怜的老顾，到死都没能够见上女儿一面，也不知道这小环还活着。爹，来，小环，来，坐这儿。小环啊，还记得张伯伯不？你这拨浪鼓上面的油彩，还是我找人给你画上去的呢。张伯伯，哎，乖。二位官爷啊，这老顾啊，在我这儿做工很多年了，我们就跟亲人一样。我和我婆娘啊，也是无儿无女，要不然，你们把小环交给我们吧。张伯伯，我爹呢？小环啊，你爹他出远门了，很远。不过你爹出门的时候啊，交代我了，要是小环回来了，就让小环乖乖的听张伯伯、张伯母的话，好好的吃饭。等你长到像张伯伯这么高的时候啊，你爹就会回来看你了。大哥哥，怎么了，小环？大哥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带我找到了我爹。我原来以为大理寺从不欠人，但是大理寺欠小环的，欠他爹娘的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给你们个交代。小环，你记住了啊，以后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都可以来大理寺找我的，记住没有？哎，小环，还有俺嘞，走，去玩吧，去玩吧。哎呀，没想到小环的身世竟然是这样的。冰爷，你说咱现在这是查案？哦，对了，冰爷，你刚才开始那脸色就怪吓人了。不管是为了小环还是为了你，我都要把这个案子查清楚。哎，等等。冰爷，俺信你，你和那些胡乱定案的人都不一样。你愿意替俺办事儿，愿意替小环他爹讨公道，你脑子好使，你说能，你就一定能。你这个人呢，为人太轻信，又过于善良。以后在神都要吃亏的。俺知道了。你说，一个人在桥上就那么没了，又突然出现在老远的城门上，不是妖怪，咋能做到了呀？大概是被妖怪迷住了吧？啊？你说啥？这些所谓妖怪，不过是障眼法，不仅在眼前，更在心里。人心里一旦有了妖怪，便会被妖怪迷住，怎么也看不清真相。说出来不稀奇，但是不说出来，便会玄之又玄。在这里出现的所谓妖怪，就算再怎么匪夷所思，也是一个道理。哦，冰爷，那你知道咋回事了？将军，此处已经勘验多次，并无甚发现，将军为何还要来此？说是要查，多少得装装样子吧。将军和尚书大人定了3日之约，可有什么是属下可以效劳的？这3日之约
是给大理寺和上官琴准备的。只要他们3日内破不了，就等于是我赢。如今已经过去10日了，无非再多等3日。我赌他们破不了。将军说的极是。到时候那个少卿，由你来做。多谢将军。不用谢我，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。那也要谢将军的举荐。别，有俩人过来了。将军，好像是大理寺的人。去看看。是。照我说的做。先让他们站住。站住！问他们什么人？来者何人？此乃左金吾卫邱将军，我乃长史来仲书。你们可是大理寺的人啊？继续。此处乃要案事发之地，大理寺正行勘察之务，旁人勿入，请回。尔等。请回。来仲书，我们走。是。别，俺刚才是不是？没事。刚才有个人认识，得回避一下。哎，你早说，俺就让你先跑了，俺在前面挡着多好。他们已经看见我们了，若是贸然转身，反倒是会引起怀疑。所以我才让你喝退他们。也对。别，刚才你的眼……我眼睛没事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你胆量怎么样？俺胆量好着了。这2个大理寺的人确实是有些无礼。撑不了多久，随他们吧。也是，自打3年前的事之后，大理寺确实无人了。属下唐突了。咋又回来了？这么走比较近。哦。等等啊，等等。这是啥呀？近道啊。别！里面很黑，跟住了。3年了，也不知道好使不好使。慢点。
大的吗？不是，别，你谁知道你会带我来这儿啊？看完了案发现场，当然得看一下受害人。你要是害怕的话，要不然钻回去。俺又没做亏心事儿，俺不怕。嗯。趁现在没人，赶快！孙豹，你能不跟个尾巴似的跟我屁股后边吗？干嘛非得来这种地方？少卿让咱们认真查案呢，也不得认真走个流程吗？你怎么不让他俩来呀？你说你个武职，整天求神怕鬼，你就是欠练了，给你个机会，好好练练胆儿。哎，白爷，二位爷少见呐！哎呦，嘿，我们这不也是赶鸭子上架吗？平常能来这儿的案子，也轮不着我们呢。真是妖魔干的吗？这我哪敢说呀？啊。不过这事儿啊，有点邪性啊。那身上真有那个爪牙撕扯的伤口啊，也有很多人为的痕迹，应该是受到过虐待。这身体的骨骼脏腑全都碎裂了，那叫一个惨呐！这明显的是高空坠落所致。至于你问是不是妖猫所为啊？哎呦，你慢点，哎，慢点。这事儿得你们自己去看看吧，看看吧。你去，你先。是，我练练胆儿去。之前就这样吗？走吧。孙豹，你也太丢人了，真丢不起这个人呐！你就晕倒了啊？对，太吓人了。不就是个死人，有什么好吓人的？还能爬起来不成？你怕什么呀？那不就是因为死人坐起来才吓人吗？活人，单纯的死人，我就不害怕了。肯定是胡四干的，故意寒碜我们的，肯定是他。说谁呢？说谁呢？在这背后天天议论别人，说小话呢。哎，听说你晕了，你没吓着吧？胡四，大家好歹同僚一场，你把尸体摆成那个样子吓唬我们有意思吗？哎，你可别在这儿血口喷人啊！我可没干这事儿。我估计呀，就是这死者泉下有知，知道是你们几个接了这案子，那昭雪有望啊，说不准人爬起来看看也不一定。你哎，这案子吧，它就是很妖，不然也轮不到你们几个来破嘛。正好在门口了，就把这几个卷宗给带进去吧。我善意的提醒一下二位啊，如今已经掌灯了，还有不到2天，这全大理寺上下都指望这几位呢。什么意思啊你？鼓励呗，
有什么吩咐，你们尽管提。啊？哎。嗯。嗯。咋能害了？俺放了，俺放了。中了。别，那个嚼的东西还有没了？别，太味儿了这。别，你咋喜欢嚼这个呀？怎么了？亲口怪亲口，怪奇怪的，一股腥血味儿。哎，再俺想想，猫才喜欢这个。咋了，别？嚼习惯了。哦，对，刚才查的咋样啊？那障眼法咋弄的呀？那个凶手啊，戏做的还真挺足的。且不说障眼法，咱们先练问题。练问题？啊，破案情就是破题，所有的案子都是由无数的问题组成的，把问题解决了，案子自然也就破了。妖猫，妖，一般是说用妖术来迷惑世人。被妖怪给吃了。被妖怪吃了，杀人并抛尸。如何做到的？猫，尸体上明显有被野兽撕裂过的痕迹，这并非是人为，有可能是障眼法，但猫是什么？而且这一切问题的前提，为什么是妖猫呢？咋又绕回来了？这个世界上奇怪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是我相信是没有妖怪的。3年间现世2次。3年前，神都的好多人不明不白的就不见了。后来朝廷找了个法师，自从这法师做法以后，确实再没有人失踪了。想要搞清楚3年后的妖猫，那就得先搞清楚3年前的妖猫。俺听他们说，神都一直都有妖猫的传说，有人吃人、杀人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至少在我离开神都之前是没有的。你不是刚来神都吗？你从哪儿听说的？啊，大树底下。哪棵大树？就是俺在附近等你的时候，树底下有个算命先生跟俺说了。哎，等会儿，俺背篓还在他那儿了。坏了！啊！别！这都是跟妖猫案有关的？对。这怎么这么多呀？死者是虞侯，人情复杂，不能有异。牢里还有27个借着妖猫案遭事曾风头的神棍等着去审呢。阿里巴巴，你怎么了？力不从心，难以为继了。抱歉。没事，在你身边已经习惯了。这么多头绪，2天可怎么破呀？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真正重要的在此。
摊了啊！摊了，收摊了。哎，让杨八啊，今儿我生意不好，成堆的符散不出去，你收了吧。这个当厕纸呢，窄了点儿。我收。收了，收了。完了，给钱啊！提前你不是拿我7寸了吗？朋友，同行，你至于你让我为难吗？还同行，亏你说得出口。今儿我摊上捣乱那位也是你指使的吧？赔钱！哟，我跟他根本不认识，他是被缉拿的犯人。再说了，他已经被拿下了，要赔钱，找大理寺赔钱。我正好要找大理寺的呢，你把他叫来。谁要找大理寺的人啊？嗯，官爷，有事儿吗？有事儿吗？你不是在找事儿吗？我没事。降妖神符啊，降什么妖啊？妖猫。既然和妖猫有关，随我回大理寺走一趟。哎呀，不是官爷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他的。你们聊啊。这跟我这没关系，这是他的，这个人见过吗？别急着收摊儿啊，聊聊吧。这个人我真的不认识。见过，萍水相逢，下场的时候就在这儿坐了一会儿。我跟大理寺、林敬堂、孙豹、鲍五爷有交情，两人前后脚，不信你去问他。不用说这么多，我问你答。了然。哎，别回头，我同僚。你还怕我跑啊？我不会跑。我问，你答。既然做这一行，应该消息挺多的吧？太君，那3年前的妖猫，具体什么情况？那要从3年前说起。当时啊，神都发生了一连串离奇的事件，很多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。当时官府给定了案。3年前就有妖猫案，大理寺居然这么定的案。3年前，神都不断有人失踪，游夫走卒、妙龄女子、耄耋之年的老人，甚至还失踪了一个戏班子。最终，大理寺就是以妖猫定的案。3年前你在哪儿？刚打完仗，在神都做捕快啊。我生在故乡。在太学读书。3年前我还跟着我爹在扬州卖布呢。感情整个大理寺就咱们4个傻瓜被蒙在鼓里啊。3年前大理寺自己就用妖猫结的案，就等于坐实了有妖怪的说法。那这案子还怎么破？哎，这个锅咱们几个人可背结实了，把整个大理寺都背上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官府有意息事宁人，但这3年也没有案子再发生啊。妖猫的说辞时至如今，反而甚嚣尘上了。说起来呀，还得说那帮神棍，哎呦，危言耸听，成天在那儿招摇撞骗。那缺德的人呢，还挑人家伤心的事儿戳，这本来就是坊间传言哦，小打小闹。还得说10天前又死了一个人，哎呦，这帮神棍那是又抓到了机会啊，夸大其词，又想发一笔不义之财啊。这妖猫的事儿才又被大家提了出来。这2桩妖猫案之间必有联系。就因为这2桩妖猫案必有联系，所以才没法破。除非你抓个妖怪出来，否则这案子就没法结。你上哪儿捉妖怪去？可也不一定是妖怪啊。不一定是妖怪，那你就连3年前的案子一块儿破了，
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？是打我们自己的脸，打整个大理寺的脸。就咱们几个人呐，也配？呸！咱们就配呀，就配背锅，还越背越结实。要不，干脆就别干了。不干了啊！之前咱们几个考核不过，最坏也就是个扫地出门。现在是什么局面？是把咱们几个人硬怼到尚书大人和邱庆之的对立面。你说不干了？你知道什么叫抗命吗？什么叫渎职吗？什么叫欺君罔上？什么叫兴盛之灾？呜呼哀哉！呜呼哀哉！对了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孙豹，还有那几个人，是明镜堂的人。是啊，是几个好人。好人他不顶事儿啊！当年明镜堂那是何等声誉！我没说大理寺不顶事儿啊，你不要误会。要真如你所说的，大理寺确实不顶事儿。大不了我还回去做捕快。哎，大不了我就会过。退而教书育人，不失为良策。哎，合着你们几个都有退路是吧？就玩我一个人呗。哎，我会果可以带着你啊。到了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肯定有人在盯着我们呢。胡思啊！哎，我怎么办？怎么了？参汤老母鸡汤，翠花楼的招牌菜，蜀一居的点心，按照菜牌每样一份，你听懂了吗？你使唤谁呢你？你以为你是上官大人呢？我就使唤你了。我们工作很累的，需要补一。照办。是。大人，那咱就真由着他们几个这么做啊？由着吧，他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那大人，咱们就这么等着呀？这案子也不是想破就能破的。哎，万一那邱庆之真把人塞到大理寺来了，怎么办啊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您还有什么要问的？你再帮我个忙。帮，必须帮。去趟大理寺，传个话，领个赏。领赏？多问一句啊，您就是大理寺的人，为何还要我去传话呀？我的确是大理寺的人，不过是以前的大理寺，不是现在的大理寺。了然。大人，这是……你就别装糊涂了。大理寺卿的印信。这封印丢失了3年。如今才改出了一方新的。大理寺执掌天下刑狱，大理寺卿的位置，担纲权柄更是重中之重。总不能由1、2个少卿一直在顶着呀，这个位置不能一直空着。既然印一重铸，便应有掌印之人。
好几回，小情多人一回，我在小睡。愁死了，心情很颓废，无名身后跟随，测试总太倒霉呀，好想流泪。你这个家伙，怎么又做错了？哎呦，俺那个乖乖，弄啥嘞弄啥嘞，俺在弄啥嘞？加班工作太累，生活太无味，我愉快睡几回，尝尝口机会，老板画的大饼撑坏我的胃。弄啥嘞弄啥嘞，你在弄啥嘞？弄啥嘞弄啥嘞，又在弄啥嘞？方案对也不对，甲方没分。准备到位，年度最佳员工不是你，他还能是谁？别怪工作太累，青春可别浪费，一人干2个人的活是我给你机会。